我什么都没做，就在你家白吃白喝，真是不好意思啊。主人需要我帮忙什么吗？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B。今天想跟大家介绍这本书《一生不为钱所困的生存之道》。这本书名很厉害哦，所以我在书店看到它的时候，马上就把它买下来了。作者是日本人新屋人之助。新屋人之助据说是日本非常有名的作家，他以前曾经在大企业中担任主管，后来他开始研究心理疗法的相关学问，所以他就变成了一个心理咨商师。他在日本各地举办很多讲座跟咨商的教室，后来也变成畅销作家。听说他现在已经很开心的退休了，每天都在唱歌，或者开开心心的生活。到底要怎么样才会一生都不为钱所困呢？这本书里面有一些有趣的重点，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哦。第一个重点是，钱不会靠近觉得它很脏的人。你有没有听过有一些长辈他们会说，钱很脏啊，钱最脏了，摸完钱就要去洗手。真的把钱当作好像什么瘟神一样，很害怕它。可是如果你真的觉得钱很脏的话，不好意思，钱就不会来靠近你了，因为钱不喜欢觉得它很脏的人。当你觉得钱很脏的时候，其实你就在发送一些讯号，告诉宇宙说我不喜欢钱，因为钱太脏了，叫它不要靠近我吧。那么钱就不会来靠近你了。而且你要想如果你是钱，那有一个人他就一直嫌你很脏很臭，你还会想跟他做朋友吗？也真的不会。所以这个重点就是，讨厌钱的人都没有办法变成有钱人的。如果钱掉在地上，真的变脏了，该怎么办呢？我的观众里面有一个人，他之前尾牙抽中了10万元的头奖，他那时候非常认真的做视觉化的练习，常常会想象自己已经得到了头奖10万元。他也常常听金钱的肯定句，而且也会常常告诉自己，我一定会中头奖10万元，那个10万元就是我的。他告诉我他还有一个习惯，就是他很喜欢清洁他的钱。例如说，你有一些钞票嘛，那他就会拿酒精棉片沾一点点酒精，轻轻的擦拭这些钱，让这些钱真的变得很干净。然后他就会跟这些钱说，钱，谢谢你来到我身边，请你回去带更多的钱来哦。就是他对钱是充满爱意的，你可以感觉出来。结果那一阵子他就真的抽中了尾牙最大奖10万元。所以这个习惯真的蛮好的哦，大家也可以试试看哦。我自己的话是很喜欢皮包里面非常的整齐，像皮包里面可能会有钱卡片发票我一定要把它们分开。钱我会依照大小顺序排好，不会让它们全部混在一起。皮包里面我不喜欢放发票，所以全部都拿出来，每天都要整理，把发票放在发票自己的盒子里面。然后像这种已经过期的优惠券，赶快拿出来吧，不要放在皮包里面。然后卡片也是都分开放，整理好之后，你看里面就非常的整齐啦。这样子钞票们就可以住得非常开心，他就会喜欢在我的钱包里面。而且我也是非常推荐用长皮夹哦。有一本书叫做《有钱人都用长皮夹》，我觉得是蛮有道理的。如果你去折到钱的话，你不觉得钱很可怜吗？要被你折真是太可怜了。长皮夹才可以让钱住得很开心。下一个重点是，收入会和自我认同的自我价值成正比。有钱的人也通常都是有自信的人，你也可以说有自信的人通常都是有钱人。自信似乎可以转换成钱呢。怎么说呢？你想想看，一个很有自信的 sales， 他对自己的产品非常有自信，那他在销售的时候就可以更容易的说服客人去买，他说话会更有说服力，客人也会觉得这个东西好像真的不错，可以试试看哦。如果你遇到一个没有自信的 sales， 他讲话就有点支支吾吾的没自信，那你也会觉得他的产品不怎么样吧，你也不敢去买吧。所以自信是可以换成钱的。像我常常会看一些 K-pop 的节目，或是一些选秀的节目，在台上唱唱跳跳其实也是需要非常大的自信，而且也都是那些有自信的人才会受到观众的青睐，最后才会成功出道。如果在台上都没有自信的话，那观众也不会喜欢吧，他们也没有办法出道变成偶像。所以自信真的是很重要，在各行各业都是一样的哦。自信的程度和收入是成正比的。自信也是安全感的指标，越有自信的人，越多的安全感，他也比较不会有匮乏的感觉。下一个重点，如果没有察觉薪资以外的富裕，现金是不会增加的。很多人会觉得自己赚的钱就仅限于薪资而已，好像只有老板发的钱才叫钱，那其他方法赚的钱就不是钱。可是钱并没有仅限于薪资而已，因为只有物质的心灵是绝对不会感到充实跟满足的。意思是说，你要去察觉你已经拥有的东西。像是我在我的客厅里面，
我已经有一台很棒的电视，我也有电动玩具可以玩，我也有冰箱，我也有很多家电用品，我有非常非常多东西，多到有一些东西我都没有时间去玩它，或是没有时间去用它，多到快满出来了。在这样的情况，如果你还感觉不到富裕的话，那你什么时候才会感觉富裕呢？你的心就好像一个无底洞一样，怎么样都填不满。那这样子赚再多钱也没有意义啊，因为你还是会觉得自己不够。所以你必须要改变心中的预设立场，要觉得自己就是个有钱人，这样子钱会从四面八方来。下一个重点，什么都没做就能够领到的钱叫做存在心。你就只是活着存在，就会有的钱就是存在心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哦，如果你一天到晚都不工作，你对社会没有任何贡献，你每天不是休息就是睡觉，请问这样子的你觉得你每个月可以得到多少钱呢？这个问题就是在问你的自我价值、自我认同，你到底觉得自己值多少钱呢？很多人会觉得这样的自己就是一个米虫，应该是一文不值的，值0元。有一种存在心非常非常高的动物，就是猫咪啦。我家的猫咪，我都是给它吃非常好的罐头，而且一天它要吃好几罐。但是我在买罐头的时候，从来都不会看价钱，每次都是好几千好几千的刷下去。我就觉得它一定要吃好啊，这样才会健康啊，所以都是毫不犹豫的买下去。猫咪的存在心也很高，它并不会认为说，我什么都没做就在你家白吃白喝，真是不好意思啊，主人需要我帮忙什么吗？没有，他们从来不会这样子。他每天都是在角落睡觉啊，过得开开心心的生活，然后就会有一个仆人在那边很努力的喂它吃饭。所以猫咪的存在心真的很高，大家也可以跟猫咪学习哦。相反于存在心的努力赚来的钱叫做血汗心，就是你必须用手用脚辛辛苦苦赚的钱就叫血汗心。如果你的存在心很低的话，你就会一直想要用血汗心去赚钱，你可能就会想要加班到很晚啊，加班到半夜啊，然后才赚那么一点点钱，或者是你怎么存都觉得不够，然后你又闲不下来，又不敢放自己假。存在心很低的人就必须靠血汗心去赚钱。作者说他一开始在出书的时候，他都卖得不怎么样，就是非常非常普通啦。他不管怎么样宣传，怎么样打广告，都还是卖不到一个理想的数值。他以前也从来都不是畅销作家，他有一天就在反省自己，为什么书都卖得不好呢？他才发现，原来他从来就没有定义自己是一个畅销作家。他的自我认同里面并不觉得自己是畅销作家，所以他觉得自己并不值得卖得很好。于是他就开始想象自己就是一个畅销作家，他也告诉自己，我就是畅销作家。他的一举一动就是一个畅销作家在做的事情，他就完全转换他的身份，你知道吗？从一个很普通的作家变成畅销作家。这个身份的转换是从心里面开始的，一开始都是内在开始的，结果很快的，他的书真的突然就大卖了，突然就变得很畅销，而且也有很多的机构想要找他合作，想要找他举办演讲啊，也有很多人想要找他咨商，他就变成一个炙手可热的畅销作家了。一切的身份转换都是从内心开始的。这个重点是来玩扮成富翁的游戏，就像扮家家酒一样，把自己当作是有钱人，当作是富翁。当你是有钱人的时候，你会怎么做呢？你会怎么说话呢？你的生活行为、生活态度会变成怎么样呢？这个 idea 是来自于另外一个作者，她叫做渡边本，是个女性。渡边本她常常去研究一些窈窕美人的部落格，去看他们发的文啊，看看他们的生活跟一般比较丰腴的女性到底有什么不一样。她就发现真的有非常多的不同。例如比较苗条的女性常常都会说啊，中午只吃沙拉，而且吃了一点点就饱了，好像小鸟胃一样。比较胖的女性只要减肥稍微有一点效果之后，最后都会去买很多的食物来犒赏自己，把自己又吃胖回去了。她们也很喜欢在电影还没演之前就把爆米花吃光光。相反的，比较瘦的女性，她去电影院是不会买爆米花的。那要如何变瘦呢？就去模仿瘦的女生会做些什么事吧。她就开始去照着那些部落格去模仿那些瘦子女性，结果1年之后就成功瘦了30公斤，太厉害了。一样的道理，如果你去模仿一些有钱人的生活作息，或者是他们的想法，他们说的话，他们做的事情，也许你也会变成有钱人哦。这就是玩扮家家酒，把自己当作有钱人的游戏。穷爸爸富爸爸的作者 Robert 清崎，
他说他小时候就非常非常喜欢玩大富翁。大富翁不就是大家在轮流走格子，然后有钱就把土地买下来吗？别人经过你的格子，你就可以给他们收过路费嘛。这个游戏其实就是收租金的概念。亲戚有一个富爸爸，就是他的好朋友的爸爸，是一个创业家，也是比较有钱的人。那他的富爸爸常常会教他一些有钱人的概念，他从小吸收这些概念，长大之后也变得非常有钱。他也买下了很多很多的房地产，光是收租金就收不完了，收到的租金又可以钱滚钱，就可以买更多的房子，然后收更多的租金。这就是因为他小时候非常喜欢玩大富翁的游戏。前几天我去 shopping mall 的时候，我就经过一个用餐区，有几个小朋友就坐在一个桌子上面玩，我就看到他们在玩一个存钱筒，好像是电子的存钱筒，而且还有按钮可以提款。我觉得那个机器应该是提款跟存钱两用的那种 ATM。然后我经过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说，哇，这些小朋友从小就在接触这些东西的话，长大应该会非常有金钱观念哦。而且好像是库洛米的，真的蛮可爱的。这本书还有蛮多有趣的内容，链接放在下方，大家可以去看看哦。如果你喜欢这一类书的话，你一定也会喜欢《告别穷忙生活：4天锻炼出有钱人思维》。影片在这边，可以去看看哦。请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，你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鼓励了。希望今天的影片对你有帮助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